This is 50 and 55. Hey, hey, I live in here. You live here on what? Je parle des fois, tu ne m'entends pas. Comme un écho qui s'évapore dans l'univers. Sans retour, tu me laisses sans voix. Cloué, perché dans le vide de cette éternité. Je pleure, je crie, je bois, même parfois. What's up, guys？ 欢迎收看 Golden Trip， 我是 Burger， 这是 Money， 耶！我们在哪里？我们回到巴黎了，巴黎 Paris。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一些比较沉重的事情。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频道是算跟大家讲说，我们闯了很多的挑战，赢了很多奖牌，还有去很多很美的地方。但说真的，这些都是很幸福、很美好的地方。其实我们中间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例如我们可能被骗钱，东西被偷，还有好多次是因为我们狗狗进不了该国被勒索，大部分的勒索都是有穿制服的，例如警察、票务口、海关等等。那这一次我们主要是来说，我们被计程车司机骗了3倍的钱，而且他还甩我们的行李，然后做事要打人，还好把这个 money 先安顿好。那事发的经过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卡萨布兰卡，就是从摩洛哥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半夜大概12点多。那你只要到这个戴高乐机场，那你搭计程车到市区的话，都是公定价是55或56欧元，这个只要你排队就有。那如果你比较晚的话，他没有计程车的话，你就可以来叫 Uber。那 Uber 的话，有时候是45-6块到60块不等。昨天晚上我们搭的时候，我 Uber 已经准备要定下去了，大概是55块左右。那时候都没有人，刚好有一个壮汉，他穿了一个黑色的紧身衣，他就跟我讲说：“哦，你要搭车往那个方向。”我就说：“哦，好，谢谢。”等我走到另外一个门，我要准备叫 Uber 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不是刚刚那个人吗？那你要搭车吗？”我说：“我要去市区。”那他说：“可以啊，我可以载你啊。”那我就说：“要多少钱？”他就说：“我是跳表的。”我就心想说：“我叫 Uber 也是55、56。”那跳表的应该也就是正常的价钱，所以我就觉得晚上也没什么人，那也给他赚个外快，我觉得也无妨。那他也让我们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哇，那个码表跟加油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计程车我们搭的应该超过50次啊，机场到市区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然后还没到王子球场的时候啊，就已经跳了80欧。你们知道吗？王子球场介于刚好在机场到市区的中间，那这个距离大概还有一半才会到我们家，就已经80欧了。我那时候想说，哇，死定了，我们上了贼车。可是我当下就想说，我不应该去跟他争执，因为我很害怕说他把我们载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所以我就继续装睡。然后不出所料，到的时候啊，那个码表是150-160欧，然后我就很冷静，我就先让我跟妈你下车，然后下车之后他就也很有礼貌，就说：“哦，把你这个行李帮你搬。”然后搬到门口的时候，我就说：“我们都安全下车。”他就说：“那多少钱？”他跟我讲说154，我直接哈，how much? What? How much? 154. The road was closed. We passed in the west. We come back. No, I live in here. Every time it's 55 to 60. I'm not idiot. Come on, don't do this to me. We passed. It's a long way to come here. 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刚刚他绕路啦，然后怎么样啊？有过路费啊，有什么过桥费什么，那个都是骗人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住在这，你不能跟我要那么多钱。他就一直说，哦，你刷卡刷卡。然后说真的，我那时候情绪真的一来，我真的觉得我晚上半夜很累，加上
题外话，我们从卡萨布兰卡回来，在机场也遇到狗狗被卡关的事情。到机场之前又被摩洛哥的警察勒索，所以我整个心情是非常荡的。然后我想说，回到巴黎的家这么温暖，我们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比较贫穷的国家。结果又被人家削，而且还削3倍，就是情绪一来，我就说我真的很衰啊！摩洛哥也被骗钱，你也要骗我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应该先把妈尼送回房间。然后等我再出来的时候，我就拿了55块的欧元跟20美金，我跟他讲说，这是我最大的诚意，因为我不甘愿被他骗那么多钱，而且我身上也没那么多现金。那我信用卡是可以刷，但是我跟他讲说，我信用卡刷不过。那我给了他55欧跟20美金之后，当他看到我在录影的时候，哇，他这个小哥直接暴怒，而且他一开始还很奸诈，他就说，好，那你钱给我。然后钱给我的时候，还伸手过来抢我的手机哦，还好我手刚好在这边。我说，你要干嘛？然后他就推我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闪，因为他做事就要踢我，右手要打我的样子。还好我先把妈你送进去，不然他等一下打不到我的人，他踢我的狗，我觉得这都有可能的。Sorry, I only have 55 with $20. I really have no money. You can do this. It's only 55 to 60 euro. Come on, my man. I live in here. This is money.This is 50 and 55. Hey, hey, I live in here. You live here on what? No money is 50 euro. You give me triple. Ouais, t'as vu, il me prend pour un con en fait. Il me prend pour un con. No, you call the police. It's crazy. 10, Go back, go home. Fuck you. 因为其实我们家那个巷子半夜2、3点是不可能有人的，你知道吗？然后刚好对面有2个人目睹这个事情，我就跑到那2个人那边，然后那个司机就开始跟那个2个人用法文讲，我猜他一定会说什么这个人没付钱啊，你们帮我等等的。这2个人就是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要干嘛？你一直动干嘛？你要下去还是干嘛？这个抱抱一下。我们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啊。对不对？也许别人在下次来巴黎就不会被骗了，好不好？让他下去嘛。好，没关系，我们就让他在这边玩啊，叽叽这样子啊。然后正当他在跟那2个路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走过去要拿我的包包。我觉得那2个路人有帮我求情，就是说如果人家给你的钱，就让人家走，干嘛这样子威胁人家？他就说 OK 啊 ，fuck you， 就叫我滚这样子。Go back, go home, fuck you。当我去拿我的包包的时候啊，结果他就从后面拉我的行李，要往外甩哦。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想说给他甩没关系。摔我东西，我超无言。结果你们知道多好笑吗？我那包行李啊。大概40-50公斤，那个我要提，其实提不太起来，你知道吗？然后他要用力甩的时候，就刚好那个包包根本没甩出去，然后他就勉强甩一下，那个包包才滚了1-2公尺，他这样也爽。他直接拿这一袋起来摔，但这一袋我这样目测我拉大概40公斤了，他那么大个，然后他还拉不起来，然后摔也摔不远，里面也没有易碎，他这样太爽。我有拍到他车牌，我这一定公布他，真的是很烂的，烂爆了。这件事情我就是想提醒大家，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一定要冷静，因为如果你没有冷静处理的话，你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而且又在人家的车上，我觉得女生真的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真的是太恐怖了。那还有在找钱的时候，如果你有付现的时候啊，像我就有遇过。你给20欧、50欧，他会马上换变成5欧。他说：“你少给，你给错钱，这个也都有可能。”这一集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被骗钱，然后我们被这样暴力的对待，跟我们平常的影片真的差蛮多的。我们都是讲一些很快乐的事情。对，那如果你们还喜欢看这一类的，说真的，我们也很多，像我们在摩洛哥。被警察直接用一个假的超速枪，然后跟你讲说你超速了，在整个沙漠没有人救你，然后扣你护照。
还有在古巴直接被扣狗的，还有到处被骗钱的。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一类的影片，请在留言区跟我们说，我们会定期的放，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放这个，因为我们是快乐的黄金之旅，耶，好不好？一起这样子啊。好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大家要小心，好不好？拜拜。是那